大家好，我是将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影片正式开始前，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真实新闻，仅供娱乐。好消息，全体朝鲜同胞们，将军亲自指挥研发的 N7手机终于上市了。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新型的 N7手机思密达。首先是这颗前置 N7摄像头，这款自主研发的 N7摄像头会每隔5分钟将你的人眼记录上传，一般将军看不懂你会不放心，大家使用时一定不能扯淡，杨将军时刻守护你的安全。思密达，大家看这张新 SIM 卡。它会实时传输你的位置到将军的数据库，确保你始终生活在将军保护下的幸福国度。请不要尝试跨越国境线，不如随心获得的外部世界。接下来再看这款手机的电池，采用新研发的太阳能充电技术，只要靠近将军就能获得近太阳的能量，而且离得越近充电越快。将进入太阳版的N7时刻，再要祝大家，这样就再也不用怕停电了。思密达。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使用手机前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这款手机自主研发的N7屏幕会将太阳的N7传送到你的手机上，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将军的N7照耀思密达。为了防止大家的眼睛受到外界资本主义的污染，这款手机贴心的设计成就能连接内网。当将军每年为选出最中奖的4个评论幸运儿，高将军将免费送1个小时 WiFi 进行国际联盟冲浪。思密达。在将军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手下，我国的手机制造技术突飞猛进，已经将制造工序优化到2步，一个是材料工业，另一个是特别工业。祝您在手机生产车间亲自做出指示，手机一定要弄大点快。在将军的带领下，终将有一天每一个国人的手中都会有一部N7手机，每个人也将无时无刻地沐浴在将军的N7之中。思密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北韩近几年的宣传片中，处处都有人们在使用智能手机的画面。在一方面，这当然是为了宣传在三将军的恩情下，大家的生活美满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另一方面也说明，智能手机的确在北韩慢慢发展起来了。从北韩流出的阿里郎手机广告中有介绍智能手机参数的内容。北韩的手机广告与外面世界对比，除了恩情话语多了点，其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北韩官方还有关于如何正确使用智能手机的宣传教育片。在很多人看来，智能手机代表着的是与外部世界自由连接的高科技，但这好像都跟封闭且神秘的北韩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如今的平壤街头，许多人的手上都拿起了一部智能手机。那么，就会有人好奇，在北韩，什么样的人才能使用智能手机？一个北韩的普通人想要买一部智能手机容易吗？他们的手机能自由地连接网络与外界联系吗？他们的手机到底长什么样？里面都有些什么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 ，Zero 君将带你到北韩，挑选一部恩情手机。请注意，开机前要做好防晒措施，以防被太阳的恩情2级晒伤。手机在北韩出现大约是在1990年代末期，最初只是发给党干部等高级干部的特权阶级，但无利可图后就转而向富裕的普通民众销售。北韩当时计划从2002年开始铺设全国手机网络，到2007年完成。2002年，北韩推出了第一个2G 网络 Sunnet 光明网，但只有在平壤和罗津提供服务，但很快于2004年春关闭，因为当时发生了龙川车站火车爆炸事件，二将军差点没被炸死。由于担心北韩民众与外界联系不利于政权的稳固，所以一度禁止使用手机，网络扩建工作也陷入停滞。
2008年末，北韩高丽电信推出的3G 网络正式运营，这是北韩移动通信的重大里程碑。在智能手机还没有问世普及之前，在2013年北韩推出第一款智能手机阿里郎之前，北韩的民众能通过官方渠道买到的只有老式的直板按键机，也有滑盖手机，功能只限于接打电话。早期北韩手机售价极为昂贵，价格在$200到$500不等，普通的平壤市民也要工作几年才能买得起一部手机。所以在当时，手机是平壤的上流人士才能用得起的东西，也是牌面的象征。到后来，慢慢的，富人和普通市民才用得起手机。直到智能手机出来后，北韩人开始狂热的追求，因为手机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比上班工资高得多。自从苦难行军开始，北韩的黑市蓬勃发展，人们都在此进行贸易，以获得生活必需品，而手机就成了提高做生意效率的利器。进入2020年代后，朝鲜人想要得到手机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哪怕是饿肚子不抽烟也要买手机，甚至有人卖房买手机。据一名来自北韩北部边境的女子说，自己在2013年卖了2头猪，加上走私得来的积蓄，买了一部价值几百美元左右的智能手机后，他就通过这部手机查询汇率、货架，并开始倒卖中国服装、食品和生活用品。在北韩大赚特赚，在当地过得相当体面，几乎实现了阶层跨越。但是对于更多平民来说，用手机还有一座大山要翻越，那就是高额的通话费。就算按照北韩公布的资料显示，2015年朝鲜人均年收入$500，可通话100分钟就需要$13。而面对境外游客开放的数据网络服务费，更是贵得离谱。2013年2月，朝鲜开始为外国人在平壤提供互联网访问，注册费$75，SIM 卡$10，流量套餐为2G $150，5G $250，10G $400。即便如此，北韩人对智能手机的狂热也没有退去，北韩手机用户依然呈爆炸式增长。有数据显示，近10年北韩境内的手机拥有者已从7万升至600万，比例也从0.3%升至24%左右。当然，其中大部分拥有智能手机的北韩人都居住在平壤，因为平壤市民的收入更有可能买得起手机。那么，一个普通的平壤居民要怎么才能买到一部智能手机呢？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北韩的普通人并不能随便走进一家手机商店就付钱买一部手机。购买通常需要到指定的移动服务和技术中心下单购买，也有通过电话下单咨询的。例如，北韩在2023年推出的一款与中国华为名字相像的花园智能手机，需要通过位于平壤的芒京台、泡桐川和中央区的技术公司进行电话订购，而非直接在商店货架上购买。这表明普通人可能需要联系这些服务中心，完成订购流程。此外，购买后需注册手机并申请 SIM 卡，需要北韩唯一的官方移动网络运营商高丽电信接入网络，而政府会对用户进行背景审查，购买者要先获得安保人员签名的单据，再向邮电管理局申请才能获得购买资格。很多无法通过审核的北韩居民在购买手机时，往往透过黑市而非官方管道，平均价格比官方售价高出$50。在黑市，美元与朝币的汇率是8000:1，价格相当昂贵。但即使如此，很多人也不惜卖掉房子来买手机，有些人甚至说，家里就算没米，也要有手机。可以看出，在北韩，智能手机成了非常重要的必需品。而在其他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大多数人用的还是老式手机，想要智能手机也需要通过黑市购买。黑市里的能人很多，他们不仅能买到手机，甚至还能帮你通过审核、注册高丽电信，只不过价钱就又要高多了。而在距离北部与中国边境接壤地区，北韩人会买从中国走私过来的中国手机，再插上中国的 SIM 卡，连接上中国的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但走私的中国手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没收，使用者也会因此被投入劳改营。那么，在北韩，你要买一部手机大概要花多少钱呢？首先，
这取决于你要买一部什么档次的手机。在北韩，人们使用的手机大多是北韩国产机，最老的就是阿里郎、金达赖、平壤3个品牌。这3个国产的低端智能手机售价约$200，最高端的价格在$700左右。买一部手机的钱可以在当地换1吨多的大米。那么，最贵的手机和最便宜的手机区别有多大呢？以这款平壤2417为例，如果不是上面的标签，你很容易通过包装把它误认为是中国大陆某个杂牌的山寨手机。有相关的评测报告显示，这部手机的基础功能与普通安卓手机基本相同，该有的都有，甚至连下载 Facebook、YouTube 都很顺利，只是工艺略显粗糙，手机周边的缝隙甚至都没有完全粘合。再看售价$700的旗舰级智能机，这一等级的手机大多配置6.2英寸全液晶屏、指纹解锁、32G 内存卡、无线充电以及面部识别。比如这部朝鲜最新旗舰机平壤2425，外包装采用黑金配色，造型紧凑豪华，低调而不失典雅，完胜廉价机。手机外形仿 iPhone X 系列设计，前刘海全面屏非常时髦。UI 设计追求扁平化，如果不是恩情语录的出现，你甚至会忘了这是一部承载着主体思想的朝鲜手机。如果看不上这些，你还可以试试北韩市场上的高端机品牌三台松。这个品牌的名字 Samtaesong 听起来是不是跟南边的 Samsung 有点像呢？三台松品牌名称意为3颗明亮的星星，指的是北韩创始人金日成、其妻金正淑和儿子金正日。三台松最近的一个已经被外界所详细了解的型号是2023年推出的 Samtaesong 8，价格将近$1000，在推出当时可以说是北韩最昂贵的手机之一。6.5英寸的大屏，略带曲边，运行内存8G，存储容量256G， 6400万像素的主摄与25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电池容量4000毫安时。虽然是主打北韩市场的高端机，但是处理器却是台湾联发科的终端8核芯片，配置属实有点拉垮，放在其他国家的话都可以算是欺骗消费者的存在了。但是更欺骗消费者的是，这款号称北韩自主研发的三台松手机在拆解后显示的制造商竟然是一家名为 Sugar 的中国公司。但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大陆的山寨手机，其价格也远超普通平壤居民的月收入，只有富裕阶层如企业家和干部才能负担得起。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品牌型号，截至2024年，北韩的智能手机市场型号增加至55款。这几年在北韩又新兴了几个后起之秀，像蓝天牌、轻松牌，还有马头山牌手机。虽然品牌各种各样，但是外界在通过各种渠道得到这些手机后，经过拆机，发现开机后统一显示为联发科的处理器。看来台湾高科技产业已经打入到了北韩市场了。而且手机内部的产地最终指向的都是 Made in 中国深圳。2013年，北韩高调宣布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国产智能手机阿里郎 AS1201， 宣称由平壤的5月11日工厂生产，运行安卓系统，支持多媒体功能。此后，阿里郎、平壤、金达赖、蓝天、轻松、马头山等品牌相继亮相，号称配备全面屏、升降摄像头，甚至折叠屏技术。官方宣传这些手机是北韩科技自力更生的象征，甚至让外界以为北韩实现了科技弯道超车。但是，受国际制裁的北韩工业基础薄弱，缺乏生产高端芯片、屏幕等核心组件的能力。那么，这些所谓的自主研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很多好奇的网友就发布了自己拆机北韩手机的影片，揭开了其中真相。这些表面光鲜的北韩所谓自主研发手机，实则隐藏着中国代工的影子。就像这部非常经典的阿里郎191，它可以说是对 vivo Nex 3的像素级模仿。阿里郎191被宣传为北韩手机的巅峰之作，配备全面屏、升降摄像头、屏下指纹，甚至支持背部触控，定价高达80万朝币，堪比国际旗舰。官方声称这是5月11日工厂的技术结晶，
但拆机后真相暴露无遗。首先，这款手机的外观与 vivo Nex 3几乎一模一样，从升降摄像头到边框设计，简直是像素级复制。拆开后盖，内部做工粗糙，背板胶痕随意，螺丝固定不规范，与国际品牌的高精度工艺相差甚远。主板搭载联发科 Helio P60 处理器，性能仅相当于2018年的骁龙660，屏幕为 1080P， 刷新率61赫兹，电池3500毫安时。后置双摄使用三星传感器，显然来自南边傀儡国。更令人意外的是，它还支持背部触控功能，类似小米6 Pro 概念机的设计。这种复杂技术需要精密的硬件支持，北韩的工业能力显然难以实现。拆机还发现，电路板上有中文丝印标记，电池产地标注 Made in PRC， 主板布局与华强北低端机型如出一辙。升降摄像头模组的机械结构与 vivo 的成熟设计高度相似，甚至连螺丝孔位都一致。专家推测，这款手机很可能是深圳代工厂的 OEM 产品，仅在北韩贴上阿里郎品牌，刷入定制安卓 9.0 系统后高价出售。再看这部对 iPhone 的廉价山寨款蓝天手机。蓝天手机定位性价比，号称是北韩年轻人的新选择，外观酷似苹果，乍看之下颇有苹果旗舰的影子，但拆机后其真实水平暴露无遗。手机搭载联发科 Helio G25 处理器，性能仅相当于2016年的骁龙625，刷新率60赫兹，电池容量5000毫安时，运行安卓11系统。最令人震惊的是，蓝天手机标榜的3摄像头设计，只有主摄是真实的，其余2个为装饰性假摄像头，甚至配了假排线以假乱真。这种设计是华强北低端山寨机的经典套路。拆开后盖，塑料中框和玻璃后盖的组合显得廉价。主板屏蔽照焊死，无法查看内部芯片细节，但产地明确标注为 Made in China， 生产商为深圳力苑科技有限公司。蓝天手机主板上的焊接痕迹和排线布局与中国低端机型如 Apple A 系列高度相似。显然，这款手机是华强北的低成本产品，贴上蓝天品牌后，在北韩市场以高价销售，远非自主研发。其实，北韩手机的自主研发造假由来已久，造假的证据不仅限于新机型。早在2013年，阿里郎 AS1201 发布时，就被发现与优思 U1201 几乎一致，从外观到配置如出一辙。优思是中国一家以高仿三星手机闻名的厂商，其总经理公开承认，为北韩提供了整套解决方案，北韩仅负责简单组装和贴牌。优思的高仿技术被北韩借用，打造了国产手机的假象。这种模式延续至今，成为北韩手机产业的标准操作。所以，北韩所宣称的自主研发只不过是贴牌和系统定制的宣传游戏。而金正恩视察的北韩手机工厂里面，估计也只有2道工序，一个是洗标，另一个是贴标，供应商也都只有一家，那就是深圳华强北。即使花费了如此高昂的价格买到了一个来自中国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北韩普通人也不能完全享受这项科技产品。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北韩人买到手机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安装应用了，但不一样的是，在北韩的 App 商店真的是商店，不是线上的，而是线下的实体商店。其实，北韩在此前提供过一段时间名为数据服务的朝鲜版应用程式商店，用户可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并使用应用程式和影片。该应用商店与电子支付服务 Alim 以及提供电子书内容的北韩电子书商店相连。用户需要花钱购买认证文件后才能下载应用，如果没有当局颁发的认证文件，则无法使用该应用程式。北韩透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公民分发或安装未经授权的应用程式。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线上下载的方式又被当局禁止，所以后来又只能去实体应用商店下载了。进入北韩的实体应用商店中，你会发现在这里 App 像宣传海报一样被贴在墙上介绍，每款 App 都根据其按大小和受欢迎的程度来定价，价格在5000朝币到10万朝币之间浮动，
也就意味着下载一个应用可能就要花掉一个普通北韩人1个月的工资，这个价格属实特别昂贵。北韩也有爆款游戏 App， 据北韩官方称，在移动端游戏领域最受人民喜爱的是战争题材作品，其中包括狙击美国兵、装甲决战等爱国大作。有大陆博主发现，北韩手机中的预装 App 里也有一些游戏，但主要就是朝鲜象棋这些棋盘类游戏，还有3维台球等单机游戏。在阿里郎手机的官方广告里，甚至还能看到北韩版的《植物大战僵尸》以及《马里奥银河》，还有名为春香 1.0 的应用，类似于中国大陆的美图秀秀。北韩的小姑娘没事就打开它，P 个照片看看美照，憧憬一下新世界。受北韩普通人欢迎的还有语言学习类 App， 其中汉语教育教学和英语教学 App 最流行，这从侧面反映出北韩民众想要融入国际贸易的心理。手机的普及对北韩人的改变不仅如此，他们的择偶观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向往自由恋爱。这股风潮催生了很多用手机介绍对象的媒人，而北韩男女需要通过转让手机通话时间来支付中介费用。由于一般人都支付不起高昂的流量费用，再加上北韩当局对信息流通的管控，人们手机上运行的都是单机应用，并不需要联网。在北韩，一般的智能手机不能上网，有 WiFi 的话也只能连接名为光明网的内部网络。在其他国家注册的手机连接北韩的 WiFi 都是如此，反之，在北韩注册的智能手机连接其他国家的 WiFi 就可以上网。这说明北韩在网络运营层面对信息流通做了严格限制。在前几年甚至还传出有平壤人为了蹭外国驻平壤大使馆的 WiFi， 高价购买周边的房子，闹得沸沸扬扬。但后来被查出后，很多人锒铛入狱，成为了北韩独有的黑色幽默。但时过境迁，这样的事件成为历史。此前，北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则在展会上使用阿里郎智能手机连接未来服务的新闻。这是朝鲜官方第一次提到户外 WiFi 服务，被外界认为即将大范围使用 WiFi 的一个信号。有人通过渠道获取到北韩的平壤2423手机后，发现其配备了 WiFi 功能，而此前的平壤2418型号的手机还没有。然而，据发现，智能手机依旧无法侦测到北韩国内的 WiFi 讯号，因此无法存取网络。结合北韩中央电视台宣布可以透过 WiFi 应用程式未来访问北韩全国网络的新闻，看来 WiFi 只能透过特殊途径才能存取。所以，北韩人使用的手机与其叫智能手机，还不如称作被阉割的智障手机。而北韩的智能手机被阉割的不只是 WiFi 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还阉割了北韩人的思想。北韩是一个通过严密控制外部文化的涌入来达到愚民统治的国度，所以一切能让普通民众接触与传播外界信息的途径都会被严令禁止。以北韩自主研发的智慧型手机平壤2423为例，其内部部署了众多安全设备，用于控制资讯并监视居民。有一个叫做浏览历史记录的应用程式，这是个典型的安全设备。它记录用户打开过哪些文件以及浏览过哪些画面，并默默截屏保存，这些记录无法修改或删除。北韩的手机对插入的外部存储介质也具有高度防范。北韩版的安卓操作系统已被修改，如果特定档案从外部传入，系统会自动侦测并删除。这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外部资料，例如歌曲、影片和电子书籍传输到智能手机。因此，如果你将档案从电脑复制到 SD 卡，然后再复制到智慧型手机，内部档案将被删除，无法使用。名为身份验证档案的功能被用于封锁外部内容。如果没有政府数位证书，外部内容就会被封锁。如果外部文件没有相应的身份验证文件，则会被归类为未经授权的文件，并被删除。北韩官方发售的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几乎都是安卓系统，但北韩设有审查系统，确保它们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德国的一家安全公司对北韩安卓手机系统进行分析时发现，该系统储存了所有浏览器浏览历史和应用程式执行历史，
读写文件都留下了水印，政府可以追踪谁修改了文件。据称，未经政府批准，从外面带入的影片或照片是不能观看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范北韩普通民众访问外界信息。此前就有北韩公开的报道称，当局抓获几名看韩剧的少女，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被判处12年劳动改造刑，送进劳改营。当然，也有方法可以绕过这种审查功能。据说北韩有人开发出一种生成身份验证文件的程序，并且正在公开使用。当然，如果被发现，他们会受到惩罚。随着拒绝反动思想文化法的颁布，打击力道进一步加强，因此大多数人都转而使用被操纵风险较低的 iPhone。除了拒绝外部文件传输，北韩的智能手机还被植入了修改程序。当你在手机上输入文字时，如果文字中出现金日成、金正日或金正恩字样，则它们会自动以粗体黑色字母显示。在日程管理 App 中，其他日程都可以删除，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生日无法删除。让人最直观地感受到北韩对于民众的智能手机严密管控的，还是在2025年6月 BBC 发布的一个影片，其中实测了一部从北韩偷运出的手机中北韩当局对民众手机惊人的监控措施。记者演示的画面中显示，当你通过输入法软件输入一些南韩特有的流行语时，系统会自动为你替换成北韩语境下的词汇，比如欧巴会被替换成同志，而且还会弹出警告内容。如果输入南韩，则会自动被系统修改为傀儡国。演示影片中还显示，这部手机会每隔5分钟对屏幕进行截图，但截图文件手机用户却没有权限打开，估计是被上传到了将军在平壤的数据库里，只有当局的审查部门才有权限查看。因为只有让将军能看到北韩普通民众每天在手机里都浏览些什么，将军才能安心。所以，如果一旦有弹窗显示将军需要获取你的手机定位时，一定要及时点击同意，不然将军可对你大大的不放心了。在北韩，虽然有几百万的手机用户，但国营电信商却禁止用户拨打国际电话。当然，有很多需要与外界联系的人为了跳过封锁，会使用中国产的手机。在鸭绿江和图们江附近的中朝边境地区，有人带着装有中国3大电信公司 SIM 卡的中国手机来打电话，因为在边境地区可以收到来自中国一边的信号。这些手机是通过走私过来的，由于中国的造价便宜，其实算下来也和北韩官方渠道的手机价格相差不多。但是如果通话时间超过1到5分钟，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无线电探测器侦测到，所以他们大多使用简讯与外界沟通。对北韩居民来说，中国手机是唯一可以自由联系外界的手段，即使是现在，有北韩内部的线人也在透过拥有的中国手机向外界传递北韩内部的新闻。2020年起，受新冠疫情影响，随着边境封锁及排斥反动思想文化法的颁布，使用中国手机联络者被明确列为重犯，强力打击之下，使用中国手机的北韩人数量正在减少。正因如此，许多北韩居民无法与旅居海外或逃往北韩的亲友联络，甚至处于生死未卜的境地。如果北韩人想联络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国边境的中间人支付一大笔费用。他们的电话主要是为确认从境外汇往北韩的钱款是否已妥善送达，但据发现，中间人至少会从汇款金额$1000中抽取30%的佣金。即使打电话，由于担心被窃听，通话也只能使用暗语，不能直呼对方姓名。如今，即使是这样的通话，也常常每隔15秒到1分钟就会因为追踪而被切断。如果你被发现拨打国际电话，你将受到严厉惩罚，包括被指控叛国罪并被送往劳改营。为避免这种情况，你必须贿赂官员。尽管有这些风险，但据报道，来自中国的走私货物增加，黑市上中国手机和 SIM 卡的交易也在增加。那么，大家可能会好奇，金正恩用的什么手机呢？金正恩在2013年左右使用台湾产的 HTC 安卓智慧型手机，从照片上看，像是 iPhone 3GS， 但因为边框没有银色涂装，
所以看起来不像。据说不只是金正恩，他的妹妹金宇正也使用 HTC 智慧型手机。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在2018年，金将军就换用 iPhone 了。金将军的苹果手机可不是阉割版的，它可以连上国际互联网，肆无忌惮的冲浪。FBI 甚至透露，金正恩搜寻最多的字是金正恩，金将军似乎也不在乎美国的后门或什么的。此前网友们还翻出一张游戏平台 Steam 上的用户活跃地图，发现北韩地图上有唯一一个亮点，众人猜测是金将军在闲暇之余玩游戏娱乐。虽然在北韩只有金将军监控别人的份，但或许是他害怕被外界监控。据悉，他在2023年就换用了中国大陆产的折叠屏手机。但是苹果手机和三星手机在北韩受欢迎的程度丝毫没有减少。有相关的分析公司在通过分析第三方数据源后发现，在北韩能够访问世界互联网的移动设备中， iPhone 设备占比最高。有北韩消息人士称，苹果和三星手机在北韩平壤的市场女士中颇受欢迎，尤其是 iPhone。 由于金正恩也在使用这款手机，所以苹果手机被称为元帅手机，人气飙升。有图片显示，2013年3月，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在最高司令部作战会议上，身旁放着一台苹果电脑。据称，比起阿里郎等北韩产品，出现了更青睐外国产品的倾向，尤其是使用 iPhone 和三星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财富的象征。还有消息称，同时使用过 iPhone 和国产智能手机的高层官员普遍表示品质不一样，就连市场经营者也开始热衷于购买外国智慧型手机。大多数 iPhone 和三星手机都是透过中国进入北韩的，主要在平壤的黑市上交易。一位北韩消息人士说，每当新款 iPhone 发布，金正恩都会立即进口，不仅送给自己，还会送给权力机关副局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他还补充道，国家安全保卫部的高级官员也收到了最近发布的智能手表手机，但此类手机在北韩并不能销售，所以成了黑市上最紧俏的奸货，溢价巨大。为了方便使用，权贵们还常会找人把手机背后的 logo 进行修改，以防被发现后遭到斥责。但是普通人一旦被发现没有使用国产的恩情手机，被查到的话，可是会被送进劳改营严肃处理的。